川普不是在这个说要打电话给赖清德吗？对，我们等一下可以谈一下这事情。他谈什么？对，他是不是想谈台海版的亚伯拉罕协议？啊，有没有这可能？承认台湾，然后这双方签和平协议，我们签一个台海版的亚伯拉罕协议，是，那我们可能要签炎黄协议，炎黄协议这是我们大唯一能接受的东西。如果川普真的打电话呢？对啊，如果真的打电话，第一要做准备，我们要做足准备，我们要进攻式的说法，要像纳坦雅胡一样，把伊朗打掉之后，区域就安全了。我们要讲什么？把中共解决掉了，全世界都安全了，这是对的呀。看来有办法。川普一定听得懂，但我们要敢讲啊。对。从川普跟卢比欧最近的谈话，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说，伊朗现在的这个战事已经到收尾的阶段。你就看到了美国跟伊朗已经非常认真的去谈他们停火协议的内容。可是对于台湾来讲，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在这个谈判之前，川普特别跑到中国进行一个川习会。两个人在这个川习会的时候有没有谈到伊朗的问题？而且川普回到美国的时候，他打了2张的台湾牌。第一张是140亿美元的军购，我帮你延后了。第二个就是我说要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一个是示好，一个是威胁。那这样的一个威胁跟示好，有对习近平产生作用吗？在这次的伊朗事件的最后，中国有没有介入？如果这一次伊朗的事件能够收尾，中国扮演角色，那美国跟中国未来的互动会是怎么样？另外就是你打了2张牌，2张牌对整个事件来讲，到底产生怎么样的化学作用？它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那川普会继续的打下去吗？如果川普他现在食髓知味，他现在觉得台湾牌很好用，他不断的把台湾当成筹码，不断把台湾当成丢上谈判桌，那对于台湾来讲，川普或者美国，他还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伙伴吗？谈到这么样的复杂的问题，而且深关台湾的整个我们的生存发展，当然今天也特别邀请了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宝杰兄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明老师，今天全世界都在问，当然美国自己也非常关心，就是伊朗这个问题真的已经慢慢在收尾了吗？现在真的伊朗已经要同意说他的这个核浓缩铀要交出来了，即使不交出来，也要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将给销毁。那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妥协呢？应该这样说，其实这场仗打到现在，我们看到呢，双方队员打不下去。你看那时候，我就先拿俄乌战打个比方，大家那时候都觉得说，俄罗斯打乌克兰呢，这个非常容易。普京以为说我4天就打完，96小时就进去，然后再进去欢天喜地去游行，就打了4年，比这个世界大战还长。我们没这个感觉，但欧洲国家非常有感觉，因为欧洲国家他们是经过大战的嘛，对，世界大战在那边打了，所以他对他们的时间长度感觉非常清楚。他们说，你看俄乌战争打了超过世界大战，真的比2战还长。你不觉得普京很后悔吗？对，当然很后悔啊。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美国打伊朗，大家觉得蛮容易的。你看进去如入无人之境就把它炸了，然后现在回来，现在又来炸，就发现打下去之后呢，不是那么回事。伊朗海军没有了，伊朗的空军没有了，但伊朗剩下的这能力呢，还可以跟你缠斗。对，所以换句话说，现在我们也看见一点，就是中型国家甚至中小型国家对抗看起来非常大的国家，是不是能够撑很久？台湾也是一样。对，其实很多人讲说。很多人把这个所谓的美国跟伊朗说，你要警告台湾说，你现在不要被美国骗了。可是我看法是说，台湾是伊朗，而且我的条件比伊朗更好。那如果你中国要来打台湾的话，你会面对美国打伊朗更多的麻烦。更何况我还有一个台湾海峡，更何况我还装备了这么多的这个飞弹跟装置，更不用讲说我在全世界扮有的重要性。所以今天对台湾来讲，这个反而是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对川普讲，普丁后悔打乌克兰战争？对，那不管这话是真是假，但普丁后悔是真的。习近平可能未必讲，或者说习近平讲了之后呢，川普为了保护习近平，他不能把这底牌泄露，所以他说他没有跟我讲。但是不管讲没讲，大家都知道普丁一定后悔，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个
美国打伊朗跟俄罗斯打那个乌克兰呢，其实都给大国一个教训，就是不要以为中小国家这么好打。对，大家不要忘记了，美国在韩战打了很久，也没有真正打赢。美国在越战打那么久，最后是认输退场。俄国打阿富汗最后是认输退场的。是帝国的终结。帝国的终结，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大打小一定是很容易，小一定会被灭掉，不是的，不见得是这样。更何况就你刚刚这个像宝杰兄说的，台湾现在条件比伊朗好太多了，然后台湾的各种国际条件呢也比伊朗要强。伊朗基本上是就靠着这个中共在背后撑，台湾严格说有很多国家想撑的，当然他不一定说真正出兵，但他只要出钱出力出零件的出武器呢，台湾都够用。所以严格说就是大家从这边得学到一些正面的教训，这第一个。第二，回到你的问题是伊朗为什么要妥协？坦白说，大家看到地图就知道，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伊朗呢，基本上现在就是靠石油出口。其实伊朗原来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对，如果他不跟美国闹翻，不跟世界第一强国闹翻，他跟美国好好来往的话呢，他今天日子非常好过，非常非常好过。他的富裕程度呢，大概应该可能比不上巴林跟卡达或者阿联，但是富裕程度会超过周边的其他国家，因为它产石油，而且它的石油的品质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的油，量也非常大。当初美国就是拿巴勒维王朝当提款机嘛，对，他缺什么就跟巴勒维说，哎，我现在想卖武器给你，巴勒维说你要缺多少钱嘛，你跟我讲嘛，你直接讲数字，不要跟我兜圈子。好，你把数字告诉我，我就给你，然后你随便你给我什么东西了，美国飞机、大炮、军舰什么全部就给他了。所以伊朗呢曾经非常好，非常强。那现在呢，因为第一，这个搞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搞了非常极端的伊斯兰的这些宗教的统治，对，所以跟世界为敌，跟周边国家呢处得不好，所以出口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最后被美国封锁。一旦伊朗被封锁之后呢，伊朗现在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卖这东西，它不像台湾呢还有多种东西可以卖，它就卖一样东西，你这卖不掉的时候呢，你的经济就大幅滑落，它现在就是这情况。它现在还靠石油偷偷出口，但是当美国封锁这个荷姆斯海峡的时候，它石油出不去呢，那它基本上就要被憋死。对，所以现在伊朗打不下去呢，在这里。另外一点就是大家说它是神权政府，对，神权政府是一回事，还有一个是 IRGC， 叫革命卫队。革命卫队，革命卫队它不是单纯一支军队，革命卫队它伸手进了这个金融啊、商业啦、石油开采啦，跟这个国际贸易。然后周边国家那些恐怖组织或什么等等的，都是革命卫队的支持。对，所以大家打伊朗的，或这些国家打伊朗，他去考虑很多。我们等一下详细说。革命卫队搞到今天，就是我也快干死了，因为你们封锁到我了，我也快干死了。所以革命卫队虽然打着神权政府的招牌，或打着神权政权招牌呢，革命卫队撑不下去，所以现在他让步了。但是革命卫队这次没有出面让步。出面让步是总统，就是这个裴泽斯基安，就是我英文叫做裴泽许基安，反而裴泽斯基安出来，他说啊，我们来谈和什么等等，但重点什么呢？因为他撑不下去了。裴泽斯基安呢，从美国跟西方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温和，可以谈判的对象，所以美国一直先拿他做谈判对象。他在里面现在号称说曾经被软禁过什么的，但是革命卫队发现说还不行，还是把他请出来，然后他才能跟美国谈判。所以现在他出面了。那么也就是说，伊朗内部呢，即便有过两派可能非常尖锐的这个斗争呢，现在看起来也必须软化。那美国呢，大家晓得，其实大家也蛮吃力的。美国用非常昂贵的反飞弹呢，去对抗这些相对廉价的无人机跟飞弹呢，它也吃不消。所以这些呢，对后面的战争呢，跟对其他地方的这些冲突呢，可能都有很大的影响。好，这是伊朗跟美国这一块。你的问题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中共有没有介入？中共当然有介入，因为中共跟伊朗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等一下详细说。那中共这次介入最直接原因就是他也碰到燃眉之急。因为你现在美国上封锁了这个荷姆斯海峡，这些便宜油不出来，我沿海周边这叫做什么？茶壶炼油厂，这些茶壶炼油厂呢，我都渴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封锁之后呢，
很多这些石化业的这些原料、化工业的这些原料出不来，就石油脑不能出来。那我也受不了，所以中共在燃眉之急情况下呢，他也必须说啊，那伊朗问题呢最好告个段落，所以中共也出面协调呢，说啊，我来说服一下伊朗。那另外一点就是中国也不希望伊朗真的就完全垮掉，因为现在伊朗政权大家再怎么讨厌他，但是跟中共合作不错，对，所以中共希望说现在我出面帮你谈一下，看起来是难受，然后这个脸上不好看，但是你至少先能活下来，先活下来再说，咱们后面慢慢研究。对中共来说呢，维持伊朗现政权也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苗老师，你觉得在这一次的首尾，中国有扮演角色？当然扮演角色，中国有介入，有。但中国介入这个角色非常有趣，是说他也不会让，等于说我今天让你妥协，可是我也不会让你灭亡。等于说中国的他就要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把他的手控制在伊朗，这对他来讲才是一个最有利的事。对，因为大家看伊朗对中国的重要性呢，以为就是石油跟天然气，其实不止。我们先看一下地理位置哈，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伊朗的地图。我常讲，我说伊朗像什么？像一顶的那个草帽，或者像飞碟，对不对？这飞碟的北边呢，大家看到有个海，那叫里海，然后左上角那个叫黑海。伊朗的这个西北角呢，上去的尖角就是草帽的尖角，上面3个小国家，叫乔治亚、亚美尼亚、亚塞拜然。当年呢，1991年之前呢，是苏联的一部分。哦，那苏联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呢，伊朗跟苏联是接壤的。1991年呢，苏联瓦解了，乔治亚、亚美尼亚、亚塞拜然独立出来之后呢，伊朗跟现在俄罗斯不接壤，但伊朗跟俄罗斯的关系依然非常好。俄罗斯在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被西方国家制裁，所以很多地方不能出口了。对，所以它很多的出口呢，就要靠里海这地方出口。它从俄罗斯的里海的港口送过来，送到伊朗的里海的港口，再从伊朗出海，送到阿拉伯海出来，啊，从这就出来了。所以伊朗如果被封了或被端掉的话，或整个变色的话呢，那俄罗斯那边出口呢就断掉了。对，这是美国跟这个以色列呢要对付伊朗的第一个考量。那这个跟最近我们看到乌克兰特别去打里海这个俄罗斯的港口，也是这个大战略的一部分。对，因为乌克兰说啊，你居然还可以出海啊，那我把那个打掉。俄罗斯原来以为说乌克兰打不到那里，乌克兰打到了，打到1500公里，打到那里了。所以如果乌克兰连里海都打得到的话，那大概你重要的地方都打到，除了说东边，除了说亚洲那边打不到之外，乌克兰现在差不多打1500到2000嘛，对，1500 1500到2000嘛，大概1800没有问题，2000我不敢说，但1800当然没问题，反正莫斯科他随时可以打了。上次不是谣传说5月9号普京在莫斯科阅兵吗？他还先透过川普跟这个泽连斯基讲说，那天你先不要打，我要阅兵了，那天停战，我要阅兵了。泽连斯基好吧，那给你阅兵吧，那你去阅兵。那比方说我有能力威胁到你，反正俄罗斯问题我们将来再说，我们先回来谈伊朗。对，所以伊朗对俄罗斯重要性在这里。那请各位看伊朗的东边，它的这个北边的那个国家呢，其实也不小，叫土库曼。然后上面就是哈吉塔乌祖，就我们讲中亚5国。然后它的右边呢，各位看一下是阿富汗，它的右下角呢是巴基斯坦。不管是从中亚5国走出去，或走这个巴基斯坦走出去呢，最后都接到中国大陆走出来的一带一路。从新疆那边过去。从新疆那边出来。所以从新疆出来的时候呢，它不管走铁路或走陆路呢，它反正现在都在盖了，它一带一路这样走过来。所以对中共来说，如果一带一路延伸到欧洲的话呢，就必须经过伊朗，然后经过土耳其，然后穿过博斯普鲁斯跟这个达达尼尔海峡，然后进到欧洲去。这个是铁路的这个走法。那么也就是说，对中国来说，伊朗至少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跟重要关口。对。那么对美国跟这个以色列来说，把伊朗拿下来端掉了或变色的话呢，它也切断了中共的一带一路，也就切断了中国跟欧洲的裂点。对。那当然，另外的节点现在在波兰那里，那我们将来再说了。所以各位看呢，伊朗的位置呢，它北边呢接到里海，然后接到了这个俄罗斯，然后接到这些这个黑亚里亚这些国家，往西呢接到土耳其，接到欧洲去。
往西南方呢就接到阿拉伯半岛，进到这个中东，进到阿拉伯世界；往东南方进到巴基斯坦，然后接到印度；往正东方走呢就接到丝路，就接到中国。所以它是一个符咒之地，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要道。对，其实不是从今天开始，从1000年前开始它就是不重要了。波斯帝国就这么大，就这么重要。所以今天它依然享有这荣光，这倒不是假的。那么也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各位看到非常非常重要。对中共来说呢，我没有了伊朗了，我那边就断掉了。对俄罗斯来说，我没有伊朗了，我现在可能就断炊了。所以对美国来说，如果我要提前结束俄乌战争跟结束中东战争，这伊朗我是非解决不可。那问题是伊朗非常大，伊朗也算是很强，伊朗是非常富裕，曾经是非常富裕的国家，现在这样的瘦死骆驼比马大。对，你要把它一下把它打垮呢还不容易。所以前面不是讲吗？纳坦雅胡跟这个他去说服川普的说法就是，那我有很好情报。我知道这个伊朗他们什么时候开会，那我把情报拿到，我跟你讲，我们一次把它炸掉，一次把哈米尼给把这神权政府全部炸死之后，伊朗就变天了，老百姓就起义就革命什么等等。川普也有很强烈的动机让伊朗变天，因为川普说我要报47年之仇。1979年伊朗变天，对，那时候伊朗是，对啊，美国大使馆事件，美国大使馆被攻了444天，最后还被抓起来。然后这个卡特总统派飞机去救，然后飞机掉下来，还拍成电影叫《黑鹰事件》嘛，对不对？所以这事情非常复杂，对美国来说呢，这是一个奇耻大辱。然后川普觉得说，如果把伊朗能变色、变天、变坏的话，那我也帮美国报仇了。就这次呢，没有完全成功，但是动机是非常强烈，对不对？这先把故事串起来了。不过没有，你刚刚讲，现在伊朗对中国来讲，原来它不是对石油的问题，它有它这个国际战略的问题。对，还有就是你以前提到。其实中国希望伊朗在这里作怪，因为这里作怪，我才可以牵制美国。所以伊朗如果完全被这个所谓的美国控制的话，等于是我后面的这些中亚五国会慢慢的被美国控制掉了。这5个国家现在跟美国关系都不错，很好都不错。很多国家现在，我们等一下可能就会讲到，这个川普在解决伊朗问题跟解决中东问题，他极力推亚伯拉罕协议。这我们等一下详细说。亚伯拉罕协议现在川普点名啊，你哈萨克竟然签了。对，大家看一下哈萨克是哪里？哈萨克的中级就是哈吉达乌祖中亚5国里面最大的国家，最大的国家。哈萨克多大呢？200多万平方公里。200多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中国大陆是960万平方公里，200多万平方公里是1/4中国大，很大。大家现在有概念了。伊朗有多大呢？伊朗是1/6中国那么大。就跟新疆一样，跟新疆一样大，大家现在慢慢有概念了。伊朗是160万平方公里，新疆差不多那么大，所以这样大家知道说这些地方有多么重要。川普想说啊，如果亚伯拉罕协议这一签署的话，那我这名垂千古。我刚才在讲，我说他如果真的把中东局势搞定，大家不要搞错啊，中东局势稳定啊，就是稳定了1000年来的动乱。对。川普绝对值得拿诺贝尔和平奖。如果真的摆平的话，他可以拿10个诺贝尔和平奖都没有问题。但我们等一下再往下看吧。所以对中国来说呢，伊朗这么重要。中国因为看见伊朗重要性，跟伊朗签了一个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叫做什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能源投资啦、基础建设啦、金融合作啦，然后军事合作等等。当然，它的跟这伊朗军事合作是有点限度，不过还是有的。不过最重要来说，就是你刚刚讲那句话，我们把它稍微讲清楚一点。伊朗在当地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州处，有麻烦制造者，地方上的这个问题呢，基本上都是他制造，当然不是完全，但基本上他制造出来，或者他在背后煽风点火。第一呢，他的宗教的教派跟旁边国家都不一样，他是什叶派，旁边他们是逊尼派。在全世界来说呢，伊斯兰呢，大家分成2大支，当然分成很多小支呢，不管了，2大支。逊尼派大概占85%到90%，然后这个什叶派呢占10%到15%。什叶派大部分在伊朗，所以伊朗是基本上唯一一个什叶派的这个神权国家。那旁边国家呢有什叶派，但是没有那么大这个实力，像伊拉克就曾经是这样子。好，
所以伊朗一方面是什叶派大国，二方面就是我又是石油大国，三方面我又是区域大国，所以伊朗非常有兴趣成为中东大国，也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对，那伊朗有这野心，但是呢，旁边很多国家呢钳制他。最早呢，大家猜不到是埃及，埃及很讨厌伊朗，所以对抗伊朗。然后后来慢慢变成沙烏地，那以色列不用说了，以色列是因为犹太教关系跟伊朗一直处不好。那伊朗为了对抗这些国家，最后就打出另外一个口号，就是我们要消灭犹太复国主义，所以把它跟其他这些伊斯兰国家的这些关系呢，转化成为说我们专门针对犹太。但这个问题不太成功，因为大家都想说你就是什叶派，然后我们就是逊尼派。大家可能不晓得，逊尼跟什叶之间争斗呢非常激烈，千年之仇。那反正后来呢，是我在美国读书，有很多这些地方来的这些朋友呢，就问他们啊，他们讲到就是哇，脸红脖子气到不行。他们每次讲起来，他们自己用阿拉伯语在那边吵的时候，吵到哇，是不可开交。我以为要打起来的时候说啊，我们还是阿拉伯兄弟，然后又握手，就剩下我一个异教徒坐在旁边。所以伊朗的角色呢非常奇怪。那伊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在周边国家呢就搞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最早去打以色列的哈马斯，伊朗在背后支持，真主党伊朗在背后支持。然后在这个也门的那个南端的那个我们讲的胡提或者台湾叫胡塞组织的，伊朗在背后支持。然后在叙利亚跟伊拉克里面很多这些小的民兵组织，伊朗在那边支持，而伊朗的背后是中共在支持。所以换言之，这是一环扣一环。伊朗有它区域的野心，有伊斯兰世界野心，有石油的野心，但中共呢有中东的野心。所以中共一方面就靠着伊朗去掌控当地的石油跟玩当地的政治，另外一点什么呢？中共想说，我迟早要打台湾的，当我打台湾呢，怕美国介入，也怕日本介入。所以我最好让美国分心。对，我怎么让美国分心呢？第一，俄罗斯去打乌克兰，然后第二就是伊朗呢，在这地方呢就闹事。俄罗斯去打乌克兰的时候呢，第一会绑住欧洲，第二绑住美国。然后你在这边在伊朗去闹事呢，也绑住美国，也绑住欧洲。对，你们都乱起来之后呢，美国大选再动乱的话。再加上如果美国这疫情爆发的话，那我就打台湾。那就跟布里辛斯基讲大棋局是一样的概念。对，因为大家都读那本书了。然后问题是你从这边玩，我从这边玩，就是这样的。好，所以中共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所以2023年3月份，这个习近平不是去莫斯科访问吗？然后普京不是请到国宴吗？吃完国宴出来之后，他走到门口，习近平不是停下说。现在我们面临百年变局，对，百年变局，我们要共同推动。普京当然知道什么意思，但普京不敢多说话，因为他怕得罪美国。他说我同意，就讲了2个字 I agree 就结束了。习近平是怀抱这100年的梦想，然后觉得说似乎要成功了。你看，我现在海军很强，我的数目呢超过美国，我造舰速度超过美国，我的无人机、飞弹什么的都很厉害，我航空母舰现在慢慢出来了。所以我跟美国一拼高下了，所以他真的在做100年大梦。所以他更要把伊朗抓在手里，更要把伊朗抓在手里面。所以这个回到你刚刚问题，美国为什么可以把台湾拿出来当做牌拿来打呢？因为说，你不知道你100年大梦吗？对，我也有100年大梦，我要破你啊！我希望把我的头像刻在 Mountain Rushmore 上面，变成第5个总统。我也有100年大梦，你以为只有你做梦，我也做梦，所以大家来比梦。那么也就是说呢，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我们台湾人呢不能不懂国际政治，大家现在慢慢看懂了。这些事情跟我们原来都没什么关系。对，但在大国的拨弄之下呢，台湾都进来了。台湾进来之后不是被玩的，台湾自己也可以来玩。而以色列不就完了吗？我们上次讲到，我们再讲清楚一点。宝杰兄，依你来看哈，大国跟小国同盟，大国怕什么？被应该讲拖下水。对，小国怕什么？被你吃掉。怕被出卖，对不对？出卖。台湾现在怕被美国出卖，美国怕什么？怕被台湾拖下水。现在他不就说了吗？美国为什么去打伊朗呢？因为被以色列拖下水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的战略，如果真的是一个战略的话，它成功的，他把美国拖下水来面对伊朗，
对我不是单方面的伊朗，所以才有亚伯拉罕协议。所以有才亚伯拉罕协议。现在就是说，台湾有没有本事把美国拖下水？这是老蒋总统当年的策略。对，国民党今天就应该恢复这策略。他想去搞韩战，他想去搞越战，他想去直接这个在东山岛这个降落。对，我派兵，我跟麦克阿瑟讲，我派3个师啊，有实战经验，我帮你打。我只有一个条件，打赢之后我从东北进去。麦克阿瑟同意的，麦克阿瑟觉得说应该灭共嘛，杜鲁门不肯呢，所以今天的国民党呢就应该回头去读历史，读当年老蒋的战略。老蒋的战略很厉害的，当初抗日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打不赢，老蒋打得赢，只要中国的战场跟西方的全球反法西斯战场结合成一气的时候，我们就打赢了。当时没有人相信，当时国军内部高阶将领都不相信。老蒋说一定会成，老蒋的话提前讲了在2-3年就成功了。等到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希特勒勃然大怒说：“你怎么这么蠢，跑去打美国？什么人不好打，你去打美国，先把美国惹进来了。”老蒋是说：“你看吧，我的策略成功了。”当然，我们也被盟友出卖了，这是事实。我们将有空再讲这一段。所以简单说，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台湾人呢要懂大国政治。我们不但要懂大国政治，要晓得说大国怎么玩，然后大国把我们摆在什么地方，我们自己要把我们自己摆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现在回来这里来。所以既然中共是这样摆的话，所以你刚刚那盘棋就出来了。那川普说：“好吧，你这样玩，那我陪你玩，来，我把台湾摆进来。那你陪我玩呢？对，你陪不陪我玩，我都把台湾摆进来。我台湾的棋一在这个将军抽车，我就摆在这里，我看你怎么玩。”那中共现在只好配合。我本来觉得伊朗是远在天边，可是当了川普把台湾牌打进来了以后，近在眼前，近在眼前，你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所谓的两岸之间台海的问题、跟伊朗的问题、跟乌克兰的问题，它全部都在一起。全球一盘棋，就这个意思。因为大国是这样玩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看懂。那么也就是说，中共呢希望拿伊朗在当地呢抗衡美国的影响力，现在被美国一个个去破掉。对。那我就开玩笑，我说对，美国现在在剪裙边，剪中共裙边，中共发现说啊，你剪到肉了，你剪到肉，所以你说中国参不参加协调？当然参加协调，所以觉得他一定有介入，太关键了。好，那刚刚讲，现在这是一盘棋，那美国现在等于说中国非介入不可。那美国现在，我本来主观上我就要去这个打伊朗。打伊朗，我现在处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你刚才讲的，之前有讲的，对伊朗有上中下。那现在最关键有2个关键点，一个是他一定要把你伊朗的浓缩铀给处理掉，第二个就是我要周边的国家去签了一个亚伯拉罕协定。你说这个对川普来讲，对美国来讲，对这个地方的安全来讲至关重要。哦，对，非常关键。我们先回头说一下，就是我在那个2月28号呢，美国跟以色列去打伊朗之后呢，我那时候有上中下3个这个策略。我们不常常讲说锦囊妙计吗？三个这个策略吗？美国跟以色列呢，对伊朗的上中下3策呢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我先说上策是什么？上策第一呢是把伊朗神权政权打掉，然后同时把这个铀呢，把这个核子武器的可能性打掉。第三呢，伊朗不是怕扶植周边这些小国家、小家伙吗？什么真主党啦，什么这个胡迪组织啦，跟哈马斯嘛，跟着其他民兵嘛。我把这个给斩掉，这是上策，就这3件事情都达到是上策。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神权政府可能拿不掉，但是核子武力不能有，浓缩铀不能有，再就是不能帮助这些周边的这些这民兵组织或什么这什叶派组织啊，这是中策。下策就是那个核武力呢，可能不能再有了，但是你别的东西呢能够减少点就行。这叫上中下3策，所以对美国来说，下策他不能接受，他至少要中策。我再说一下什么叫中策：第一，不能有核武；第二呢，你不能再有足够力量去帮助旁边的这些国家或旁边这些叛军。但是呢，你神权政权呢，看来我暂时打不掉，所以这叫中策。所以现在川普是要就是他固守中策，但是不能要下策。但对纳坦雅胡来说呢？我希望打到上策，这是现在双方分歧所在，不是最近讲说纳坦雅胡说我还要打吗？就这意思。因为对纳坦雅胡来说，他有2个考虑，一个考虑就是如果伊朗还是神权政权的话，
那将来他核武力可能随时会回来，然后他只要这个经济实力恢复之后，他一定会帮助旁边国家，所以那等于都没做到。所以对以色列来说，打掉神权政权，让他政权变天了，才最关键的。那才是斩草除根，那才是斩草除根，春风一吹又生。但是对川普来说就是没办法，因为我11月要选举。对。你纳坦雅胡呢？你的第二想法就是，你只要继续打仗，你就不用选举。但我要选啊，我11月要选，所以我必须要停战。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那对这个，其实大家觉得说，我们有一个误解，大家以为说习近平没有连任压力，有。习近平有连任压力，你记不记得？原来大家都只能做2任，对他做了3任，他凭什么做到第3任？传说之一就是他跟大家讲，他跟政治局讲说，给我第3任。当时说不行啊，规矩是2任啊，那是软规矩。什么叫软规矩？不是白纸黑字写的，是大家口头同意的，所以这软规矩可以破。第二就是给我第3任，我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对，他有压力的，他有解决台湾问题。他现在已经3任刷到期了，今年是2026，明年是2027，明年是10月到12月之间，他第3任就到期。难怪美国的军方或者他情报单位只讲说2027要动台湾，2027窗口嘛，就这意思嘛，戴维斯窗口就这意思。另外是2027什么建军多少年了，什么建党多少年了，那是另外的，也不是他权力问题，对。那是那个反正别的历史问题，但是2027呢是第3任，所以我讲说，如果真的是有压力的话，我怎么等到2027来打你？我一定是2026就打你，所以我说是2026。那现在川普告诉说，只要我在任，他不敢打台湾。如果川普这话是当真的话，那台湾是安全的了，就过了窗口了，就过了窗口了。对，那我们就等下一个窗口就是了。所以是习近平你自己能不能过2027？对，是习近平的压力。对，所以换句话说，川普的压力最早，因为他今天11月3号。那再来是普京，看什么时候政变，什么时候推翻他。习近平就是明年的这10月到12月，所以3个人都有压力。那泽连斯基有没有压力？泽连斯基本来有压力的。泽连斯基现在这样弄呢，说不定就没有压力了。而且这样弄了之后呢，就算改选，我会当选的。他现在活过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说那时候他一定要在白宫跟川普吵架？他那架不吵，他回家他要倒台的。对，他必须吵架。所以我常讲，我再说一次啊，台湾人要懂国际政治，要懂得吵架，要懂得国际政治。因为整件事情吵完之后，他说川普不帮他，我说不会的了，川普必须帮了。然后川普帮了，欧洲也帮了，欧洲帮时川普就要来帮了。对，所以泽连斯基算得非常清楚，川普是算完了，但没有泽连斯基厉害，因为。对川普来说，帮不帮呢？我就是省一点钱跟不省钱的问题。但对泽连斯基来说，你帮不帮呢？是我脑袋留不留得住的问题。所以我当然算得很清楚。好，我们先回来这里来。所以刚刚讲的上中下3策，现在川普计算是上策暂时做不到了，所以我现在追求中策。中策我再说一遍：第一，废核子武器，所以我拿浓缩铀。所以浓缩铀要么就是你交给我美国的上策。那中策就是交给俄罗斯或交给中共，然后再来就交给联合国，交给这个 IAEA， 交给这个原能总署。那再不行就是原能总署每个月来看，比如说这样的。那这些大概最底线就是美国可以接受原能总署每个月来看。原能总署来看的时候，美国一定派专家进来的，因为原能总署里面有美国专家。另外大家可能不知道。原能总署的美国专家里面曾经有台湾专家也有台湾专家，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台湾的科技实力非常强，但有些人呢现在是挂着美国科学家的身份，因为他已经规划成美国人了。但是只要他一旦离开公职之后呢，通常回台湾来住，因为台湾有健保。台湾健保非常好，然后他对台湾的生活各方面都比较舒适。我曾经听过，就是我们的核三厂那种所谓国际能源总署怎么控制？他说你那个门不能随便打开，你的门只要一打开，我就知道他的国际能源总署的灯就亮了，警铃会响。对，没错，是这样。对，所以他如果真的是让
国际能源总署去，他不是说我人去了，他一定会建构一个设施，对，把它困在一个他可以相信的环境里。对，对。然后其实他对北韩什么原来就想这样做嘛，对，北韩是不接受嘛。美国是用清水厂跟他换重水厂，北韩不接受，因为北韩不相信美国。所以北韩最纳闷就是说，你越南为什么相信美国呢？那你也跟美国打过仗，我也跟美国打过仗，为什么你相信美国呢？越南答案只有一个，我反中共。你反不反得了？你反得了，美国就相信你；你反不了，美国就不相信你。金正恩呢，太过犹豫。看看他女儿吧，他女儿金主还说不定会相信美国。所以原来呢，川普设想就是，如果我们呢一次一炸呢，就把伊朗神权政权全部炸掉了，伊朗变天了，那什么就解决了。就没想到一炸呢没有成功，所以最好状况没出现，我们只好追求中层目标。但现在呢是以色列去希望追求上层目标。现在看看美国跟以色列怎么样去达成共识。纳坦雅胡担心就是，如果我只追求中层目标的话，是不是要改选？然后我是不是要进法庭？所以纳坦雅胡有他担心，有他担心。好，那先回到你刚刚讲的亚伯拉罕协议。对，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9月份，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推的一个东西。简单说就是你们中东国家打了这么久。你们在没有以色列以前呢，就已经打了1000年，现在以色列来之后又多原因，又打了这个几十年，那这样好不好？你们，我们讲句白话就是，你们打不赢以色列了，以色列很厉害了，你们打不赢以色列了。那如果我放手的话，以色列可把你们全打败，而以色列可能扩土10倍，你们愿意吗？你们也不愿意吗？那这样好不好？我劝以色列不要打，那你们也不要打以色列，那咱们再好好谈。那怎么谈呢？你们不是信不同的教吗？他们信犹太教，你们信伊斯兰教，然后还有天主教、基督教啊。天主教不要说了，基督教在里面了。那你们都有共同祖先嘛？共同祖先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4000年前你们都是兄弟啊，或堂兄弟啊。那这样的，我们要搞亚伯拉罕协议 ，Abraham Accord。那你们来签好不好？那川普说了之后，好，有2个国家说了，阿联说可以了，这听起来不错。巴林说可以了，那我来签。所以阿联呢跟巴林呢进来签了。前面以色列不是已经跟埃及什么都已经和解了吗？跟旁边的国家和解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希望谁来签呢？希望沙烏地来签。沙烏地本来也准备签了，所以呢，伊朗才到后面呢推了哈马斯去打那个以色列。就是要破坏这个协议。那有人就说啊，那个一弄起来之后呢，就会爆发着中东第6次大战。我说绝对不会。我说第一呢，你从以色列为中心，你周边这样顺时钟的看一圈，没有国家愿意跟以色列打仗，因为他们都跟以色列打过，都晓得打不过。第二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和平呢，我们赚钱会比较多，打仗呢可能大家吃亏比较大，所以大家愿意和平。那第3就是，伊朗呢现在可能比以色列更讨厌，伊朗更麻烦，伊朗对我们的威胁比以色列更大，伊朗有石油有什么，它威胁更大，而且如果伊朗有了核子武器的话更麻烦，所以最好就是伊朗不要有核子武器。那谁能让伊朗没有核子武器呢？美国，美国才能让伊朗没有核子武器。所以难怪说在签这个所谓的这个停火协议的时候，川普是一个一个打电话，他自己讲周边所有的国家，连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些国家，这个阿联酋，全部一个一个打电话，全部都希望他们签亚伯拉罕协定。本来签亚伯拉罕协定是有争议的，会有阻力的，因为伊朗的问题变成顺了。对，顺了以后，对他就对，所以原来他为什么要打电话？所以川普就是莫名其妙的得到一个很好的结尾，是伊朗年做完之后，我的亚伯拉罕协议推起来就比较容易。对，现在看起来就是伊朗问题只要摆平到一定，不用完全摆平啊，摆平到一定程度，亚伯拉罕协议跟往前大幅推进。对，我们先把往前讲啊，亚伯拉罕协议简单说就是这样子。用外交承认，大家承认以色列，不要跟以色列为敌了，对啊，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了，那么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经贸跟安全的安排。经贸的安排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生意，以色列做生意能力很强的，犹太人做生意能力很强，大家都知道。
犹太人可以把淡水卖给很多国家，可以把淡水技术卖给很多国家，这个犹太人做得到的。犹太人甚至可以把军火卖给要打他的人，这个都不在话下了。所以犹太人会做生意，大家都知道。那犹太人另外一点就是，那如果你们愿意跟我签协议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安全保障。怎么给安全保障呢？我把铁穹计划给你一部分。哦，他铁穹计划给了巴林跟给了阿联呢，对，他给了一部分呢，对不对？给了巴林跟阿联呢。所以如果说你们跟我关系的话呢，我愿意提供一些铁穹技术，大家共同来防御伊朗。那他就说好主意，这是好主意。哎，如果这样讲，中国头会痛因为你本来我两个东西。我用 AI， 我用 AI 已经把这个是对阿联酋，对，我已经把沙特阿拉伯纳在我美国的手下。没错。我如果再用这个所谓亚伯拉罕协议，用这个以以色列为中心，然后整个是一个军事跟经济的同盟，那整个中东的地区就在美国、以色列为核心往外去扩展，那等于说你中国就没有插足的余地了。没有错。所以如果说这个成功的话，美国不但以以色列为中心，美国还跟大概2个国家合作。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一个是埃及，这2个进来的话，这个就非常巩固了。对，还差一个国家，土耳其。对，土耳其。如果土耳其进来，简单说就是阿拉伯人进来了，然后这个犹太人进来了，然后这个突厥人进来了，然后剩下什么呢？剩下就是波斯人还没进来，然后看你波斯要不要进来。当然还有一个了，库德人。库德人，还有库德人。对，那这个我们再看看吧。所以亚伯拉罕协议呢？是川普现在极力想推的东西，我们不妨关注一下。我现在怀疑一件事情哈，你提到这个东西，你刚刚讲的给我一个灵感。川普在那边推亚伯拉罕协议，川普不是在这个说要打电话给赖清德吗？对，我们等一下可以谈一下这事情。他谈什么？对，他是不是想谈台海版的亚伯拉罕协议？啊？有没有这可能？承认台湾？然后这双方签和平协议，我们签一个台海版的亚伯拉罕协议，是，那我们可能要签炎黄协议，炎黄协议，这是我们大唯一能接受的东西了。因为这次刚刚讲的，这个让台湾觉得我的那种既视感非常的强，是因为你觉得伊朗已经不是伊朗问题了，你在这个川普要去处理伊朗问题的时候，居然把台湾当成2个牌当然打，2个牌当打的时候，第一个是我让140亿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军购往后延，我等于说我是对中国示好。可是其实那个更狠的是，我要打电话给赖清德。他如果确定打电话给赖清德，而且台湾的军购是他可以跟赖清德说了算，等于把中国完全撇除在外面了。那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无法忍受的一个状况，所以中国外交部反弹非常非常强烈。可这2张牌，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有很多各种说法。一种是我们要被卖了，我们要被当筹码了，我们变成这个所谓的颠板上的肉了。一种说法是说，台湾现在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了。台湾重要性当然被凸显出来了，这个我们很多朋友都没想通这事儿，包括我们很多蓝营的老朋友没想通这个事儿。台湾有多重要呢？大家可能都说晶片，其实不止。第一，台湾最重要是民主伙伴，民主伙伴。国际政治呢，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意识形态跟价值观斗争是非常真实的。早在大概差不多300年前，国际上有国际警察。那时候欧洲各国呢在那边纵横捭阖，玩得不亦乐乎。那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欧洲国际警察是谁？是俄罗斯沙皇俄国啊！沙皇俄国，他跟很多国家有姻亲关系。对，这第一个。第二，然后很多跑去当别的国家国王的呢，还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他讲的还是这个俄语或什么。所以第二就是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是王室是联姻的，然后我们呢对这个秩序呢都有共同的这价值观，我们是维护王室的统治，所以而且当时拿破仑后来是拿破仑出来了，在那之前呢，欧洲一些动乱呢跟着王室的动乱是有关系的啊，谁跟谁结婚呢？谁不要跟谁结婚呢？谁跟谁是姑姑啊？谁跟谁是侄子什么等等，这关系很复杂。沙皇时代俄国这个关系搞得非常清楚，他们有很清楚的那个图表，然后贴在墙上看说，谁跟谁是什么，谁跟谁的鼻子是一样大的，谁跟谁的下巴是一样的，谁跟谁怎么样的，搞得非常清楚。也就是我借这种联姻跟这种婚姻关系呢，我巩固我们之间这些友情，然后希望说战争再怎么打呢，不要打太厉害。
真正打得最凶的是拿破仑，他跟大家都没什么关系，他是一个平民出身，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他要干什么？他颠覆旧秩序，所以那时候叫什么？这叫 old regime， 叫旧秩序。我们要维护的旧秩序，谁来维护呢？我沙皇俄国维护。就现在打下来之后呢，打得蛮惨的，因为这样打下来之后呢，俄国国力衰弱，他的这当国际警察能力就开始退步。那当拿破仑战争打完之后呢，拿破仑这些军队呢，回到各国去呢，开始推广这些理念。对，所以大家觉得说，旧秩序不值得维护。再加上工业革命开始，所以这几个因素一推呢，现代世界开始出现。所以那个时候的国际警察呢是沙皇俄国，现在的国际警察是美国。那么我在讲什么？我讲说国际秩序跟价值观呢，通常是国际政治的主轴。今天也是，今天国际政治主轴是什么？民主对抗专制，民主对抗共产。那在这个意义下面，我们站在哪里？我们在哪里？对，我们当然站在民主这边。所以对世界主流国家来说，台湾是什么？台湾是民主伙伴。这是大家捍卫台湾的第一个理由，因为如果民主伙伴我们捍卫不了的话，那别人我们可以丢掉，那这个民主同盟不值钱了。可是这个价值观可以被挑战，这秩序可以被破坏。那这个价值会比利益还更重要吗？这两者几乎差不多的。我不能说这一定超过它，对，因为看哪一个现在是燃眉之急，谁是燃眉之急，我们先处理谁。对。那如果石油是燃眉之急，我们先处理石油；如果经济力是燃眉之急，我们先处理经济；如果这些都不碰到，那碰到是价值观，那我先处理价值观。那是我的生活形态。对，所以民主伙伴是第一个。第二，台湾是很多国家重要的经贸伙伴。咱说不是啊，大陆跟他们的经贸这个数量大很多，对，他们重量我们重质。他们跟大陆买了很多东西，别的地方买得到，但比较贵，更比较旧。他跟台湾买的东西，别的地方买不到。对，只有台湾。讲完了，所以台湾跟他们的经贸关系重质，大陆跟他的经贸关系重量。他们在关键时刻会舍弃大陆要台湾，因为没有台湾他活不下去，没有大陆他可以跟别的地方去买贵一点点。所以第二，经贸关系；第三，晶片。台湾晶片别的地方买不到，只有我这边有。这第三，第四，台湾海峡。我们再说一次。经过台湾海峡的货柜轮，每一天是全世界的货柜轮总量48%。美国几个国务卿讲过，所以如果台湾被在中国大陆拿走，台湾海峡内水化，当然不会内水化，但中共宣称内水化的时候，第一，你们经过台湾海峡可能比较难受；第二，你可能绕台湾东边；第三，绕台湾东边之后，你还绕南海，这样你的路会远得多。不但是路远得多，油耗得多，然后时间会比较长，更重要什么？你保费会增加很多，保费才是最大的东西。很多这些保险公司呢，可能要加费啦或什么的呢，你吃不消。所以台湾海峡呢是非常关键的。今天台湾海峡这个台湾呢至少抓了一半，然后美国跟日本呢跟世界各国来参与的话，台湾海峡保证是一个世界航道，那这个的重要性不用说了。最后就是台湾是反共的第一线，我们不要说我们台湾了，你们欧美国家对你的生活形态你重不重视？你珍不珍惜？你若珍惜你的生活形态的话，你应该帮助台湾珍惜我们的生活形态，因为我们的价值观、生活形态跟你们是一样的。那讲到底就是美国现在不是想说再次伟大吗？对。没有台湾，美国很难再次伟大，就这样子，就是坦白说，我们反过来说，大家不相信的，我反过来讲一下，如果今天中共突然拿了台湾，美国救不及，台湾被中共拿走了，你觉得美国能再次伟大吗？不可能，对不对？大家这样想就晓得了。所以台湾有多重要，大家现在看懂了。对不起，我们的蓝白营老朋友们，大家想通没有？你真的要帮中共讲话吗？讲清楚啊！是，而且我觉得在工业生产上面，只有台湾可以跟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跟制造力、跟管理工厂的能力可以相抗衡。你不要说今天台湾被中国拿去，你光是台湾去不帮美国的话，光让美国单独去面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生产力，美国就垮掉了。所以你希望你现在看到他现在要恢复生产力的时候，台湾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好，那在这过程里面，他说他要打电话给赖清德，我觉得是这中间最精彩的一个桥段。他会打吗？那打了以后效果会不会这个影响会怎么样？
这个川普这个人啊，他说的话不一定会做的，他早上讲的话，他下午自己就推翻了。所以他说想打给赖清德，他不一定会真打。那不管真打假打，就是他底下部署一定会打。一定打。一定有人要打电话。一定要的。不一定打给总统府，但一定打给我们，这个毫无疑问的。军售那是一定要谈的了，大家不用担心了。军售最多是打折扣，它不会取消，然后最多是延期，最坏就是这样，110亿那也还没交嘛，对不对？那大家不用担心。大家说，你看美国讲说卖武器，最后呢我们给的钱都武器没有来。我说这跟我们的谈判能力有关系。我们当时就应该加一条，到什么时候你如果武器没交付啊，我就开始要抽利息，你要付利息，没有白付的嘛，对不对？你美国跟人家做生意也要利息，那我跟你做生意也要利息，正常。我可以打个折扣啦，打个95折啦，对不对？但我要收利息，这第一个。第二就是，那如果不行的话，那你要给我第二条路，就是说我买法国的什么飞机，我买瑞典的 SUB 什么飞机什么的，或者我买谁的潜水艇，你美国不能交货嘛，那我有第二个管道，所以我要有弹书，所以我们的谈判能力要加强。我们现在是有谈判能力的，我们有晶片，有这东西，有谈判能力，我们有筹码的，我们有筹码。所以我常讲说，我们这边写的不是温良恭俭让，我们写的是国家利益，就这么简单。我们要会谈判，我们要敢谈判。大家不要看到美国人膝盖就软掉，没有关系的。美国人认道理的，我们跟美国可以讲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不用太担心。那如果川普真的打电话呢？对啊，如果真的打电话，要做准备，我们要做足准备。李总统那时候面对这个中共的飞弹演习有18班剧本，我们这个少说要9个剧本吧。川普打来了，然后怎么讲话什么的，他讲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每个都要准备好。我们不是说，我们都接受，我反将军，你上次答应东西没做到，那你这些又答应什么东西，你又没做到怎么办？那我得要点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有一点底气的。我们要有底气啊。所以如果真的打电话了，我们得准备好。你上次110亿还没交，你现在要140亿，那不行，上次我要拿利息了。对。或者说你给我第二条管道，就是我们要能讨价还价。是可以谈的。当然了，就赖总统现在4点回应到点了啦。第一，就是中共才是这个台海和平的这麻烦制造者啦，我们有实力才能带来和平，所以我们要军售啦。然后第三说捍卫中华民国没有台独啦。第四说台湾是全球核心力，这话都讲的都对，但这都是防守式的说法我们要进攻式的说法。要像纳坦雅胡一样，把伊朗打掉之后，区域就安全了。我们要讲什么？把中共解决掉了，全世界都安全了。这是对的呀，看来有办法。川普一定听得懂，但我们要敢讲啊。对，好。不过在这个局子里面有一个普丁跑出来了，川习会之后，普丁马上就跑到了中国去。然后呢，这个普丁跟这个习近平见完了以后呢，习近平说我也要去找金正恩了。这你讲，您那个所谓的世界是一盘棋的这个味道就更明显了。你觉得普京为什么跑去看习近平呢？为什么？为什么？你有没有出卖我？川普跟你讲了什么东西？我要知道一下。是啊。他当然想知道川普讲什么。然后川普不是讲了吗？我跟习近平聊了1个晚上。对。你们聊1个晚上，就算有翻译，你们讲了很多话呀。你们到底讲了什么东西？你不是一定有讲乌克兰战争啊？乌克兰战争他讲了什么？川普到底要不要帮乌克兰，帮到什么程度？川普要不要透过欧洲帮他什么？川普有没有讲说欧洲要帮乌克兰帮到什么时候？我要知道，对不对？对我来说非常关键。第二就是你帮不帮我嘛？你帮不帮我？你会不会出卖我？川普一定给你很多诱惑，那川普拿什么诱惑你？对。然后我得掂量，我还能拿什么东西诱惑你？现在普京对中国的依赖非常高。今天坦白说，如果中共不帮忙，普京可能打不下去。你觉得他的工业能力还有多少？没有了，对不对？你觉得他现在如果不卖石油给中共的话，他还能卖到哪些地方去？对，他可以卖到一些欧洲国家，没有错。然后他卖给印度，印度再转手再卖给大家，加工之后再转卖给大家。美国知道，但是美国只好同意啊，因为美国现在也没办法做到这一步。普京的石油每一桶成本，现在我若没搞错是59块。美国的页岩油的这成本是80块。
美国如果能够把页岩油的成本压到60块，美国的石油跟普京石油就有竞争力了。所以美国现在还不行。所以现在美国当然这个卢比欧也好，然后那个范斯也好，不都出去推销美国石油吗？川普自己也推销吗？现在大概只有台湾、日本跟南韩愿意买。你从阿拉斯加运过来嘛？对不对？这样我们安全一点。那而且我们多一个管道。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买美国石油也是买保险了。对不对？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所以普京非常担心中共出卖他，他跑去第一呢搞清楚你有没有出卖我，第二就是你还需要帮我忙。所以现在大家不是说普京带了多大一个团过去，带了半个俄罗斯的政府过去，5个副总理，然后8个部长，然后该来的全部来了，那剩下一个总理在这边看家。那有趣的就是这次习近平见川普也是一样，李强看家，然后其他人都来了。那么你刚问到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跑去找金正恩？对，他晓得川普将来会动金正恩。川普动过金正恩的，对不对？双方在越南开过会的，金正恩疑心太重。金正恩那时候如果疑心不重，金正恩说爽快点答应的话，今天北韩呢会比伊朗有钱很多。当时川普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到北韩投资，北韩将来会非常有钱。为什么？北韩将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地点，他想拿北韩当做另外一个工业区嘛。对，如果北韩真的说开放了，然后美国商人都要投资了，台商都要去了。因为北韩有非常好的工业资源，它有非常好的碳，它有非常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矿产，它的这个矿产的资源在全世界是排名非常前面。对，所以如果说北韩真的愿意做到这一步的话，他卖资源什么的，他的发达程度非常可观。所以川普当时看中这点，就金正恩的疑心太重，所以看看下一步吧。金正恩说不定在最后老来会转念的。所以简单说就是，普京呢怕这个习近平出卖他，然后习近平要稳住金正恩，你不要跑掉，你不要乱跑，所以我来看你一下，看你有没有怎么样。因为川普下一步呢一定会动你，我先来打个预防针。那么简单说，就大家说现在中俄朝什么现在巩固，这也是事实。因为美国现在正在剪裙边，一个个帮你剪掉。对，美国不是说吗？伊朗问题解决之后呢，我的舰队回头呢要去处理古巴问题。对，这就剪裙边嘛。所以对中共来说呢，剪裙边真的剪到肉了，真的剪到肉了。可是我现在听到台湾有一些人讲说，不得了了，现在中国是大国崛起了，你看到川普都要去拜托他了，普丁都要来见他了，也说美俄2大强权都要纷纷的上朝的这个朝贡。现在中国真的有在这个区域安全，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讲习近平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应该这样说，中共当然有他的角色可以扮演，因为我们刚刚讲还有这么多筹码在那可以玩。我们刚刚讲他有这么多筹码可以玩，另外就是他的确现在还是个制造大国，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制造大国谁弄出来的？我们弄出来的呀，我们台商就弄出来的，我们自己把制造业搬上去，帮他扩大200多倍，然后造成了我们那个很大的威胁，现在变成全世界威胁，谁搞的？我们搞的呀。然后他这个世界市场的地位谁搞出来的？人口搞出来的。但他现在人口大量减少。所以这市场呢会慢慢这个暗淡，但是仍然是一个很大市场，这件事是无可讳言。所以他有没有这么大筹码可以玩？当然有，但他有没有引诱？当然有。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情况、失业情况跟社会的动荡，这些都最后就是政治的动荡，这些最快在我看今年现在是几月？现在5月。今年要开5中全会，5中全会是9月到11月。习近平第一个挑战是5中全会，他第一个挑战是5中全会，5中全会过的话，他可以撑明年。5中全会如果碰到很大问题的话，那就很难说了。他3中全会碰到很大挑战，对不对？所以他威胁时间比川普要早，川普是11月3号，他是9月到11月之间，可能早于川普。所以你觉得他没有看起来那样气定神闲，他其实是内部有很大压力。那当然。可是内部还有人可以挑战他吗？这样说，你觉得张耀霞问题摆平了吗？还没有，还没摆平。
刘振立可能不是什么，但张尔侠可是一个很大问题。张尔侠是抓下来了，但抓下来跟摆平是两件事情。就像当初薄熙来被抓之后，大家也担心他翻案了，他也可能翻案了。邓小平三上三下不也翻案了吗？对不对？所以中共的这些，我们常常讲说清真监狱是有这个叫什么中继站，或者转运站。转运气的站，转运站，说不定真的可以出得来的。至少很多人从清真寺出来过。对，江青如果称一声话，说不定出得来的。他自己想不开，那没办法。所以换句话说，习近平不是没有压力。那川普如果看懂这件事情的话，他其实这个牌可以打得更好一点点。因为这样说吧，第一，他真的打电话给赖清德；第二，140亿呢，至少先卖一部分出来。你先卖个40亿都好，那这样就有的玩了。所以他的牌很多，问题是看他怎么玩。但更重要就是，我们台湾人，我再说一次，要看懂，要会玩牌，要敢玩。台湾人只要敢玩的话，今天空间会大很多啊。所以大家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相信你那些古怪朋友从手机上传给你讯息，那都是骗你的话啊。所以多看看宝洁的节目啊，对你日子会比较好过一点。好，我们看到明老师在我们节目常讲，这个世界是一盘棋。是。那你作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国家里面，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世界大事。那之前你还没有那种感觉，如果你看到了，你俄乌战争你有非常强的即视感，那你就可以讲到今天乌克兰，你也不是说俄罗斯想吞就可以吞掉。更不用讲伊朗问题，你都没有想到，你今天川普要去解决伊朗问题，居然把台湾的牌拿到牌桌上，而且这整个也就是中美的大对抗，而中美大对抗的中间最核心，当然就是台湾。那么要是讲，我们要看懂，而且我们要有自信，在这个棋局里面，我们不是等于说逆来顺受，到底台湾能不能怎么玩这个牌？我觉得大家还要去摸索，还要去往前走。非常谢谢米老师帮我们解读这一切，谢谢。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 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里面，你特别就很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你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
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那就宋国成宋老师。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这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